台湾政坛三不五时就喜欢给政敌贴标签，说对方是纳粹法西斯。台湾就要毁灭了，毁在民进党的纳粹法西斯手里。动用司法手段消灭在野党，这就是希特勒的故事。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你要记住，你就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近期争议言论引发欧洲的在台协会关注，被许多人说是丢脸丢到国外去。台湾社会也时常有人模仿希特勒纳粹当作玩笑。The use of these Nazi symbols represent hate, racism, and extreme violence. These are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everything that Taiwanese people believe. 为什么法西斯在国际上是一个这么敏感的标签？又要怎么辨别哪些人或政党具有法西斯倾向？21世纪了，法西斯主义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聊聊，到底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历史上各种法西斯团体，有些保守，有些激进，其实不容易找出一个通用定义。但是学者认为，法西斯有几个明确特征：第一，它是集权的国家体系，一人之下的单一政党；第二，通常有一个魅力型领袖独裁统治，独裁者的话，甚至可以高于科学权威，像是希特勒就说，科学只有在对国家有益时才有用。第三，法西斯骨子里是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例如，纳粹所推动的优生学就是一个极端案例。第四，法西斯有一个煽动选民的危机叙事，并且热爱宣扬民族复兴。第五，法西斯本质上是反动的，认为自由民主、左派、女性主义所带来的社会进步，都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要理解法西斯主义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出现的。19世纪末，法国地中海岸的盐场谣传有3名法国劳工被意大利移工杀害，警方开始扣押意大利人。法国社会弥漫着仇视外籍移工的氛围。当时被誉为法西斯之父的法国作家巴雷斯就指出，国族认同是源自一块土地上的历史、传统、神话。因为法国农民一直都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与国土是浑然天成的共同体，更具有统领社会的正当性。外来移民永远不可能取代真正的法国人。1889年，巴雷斯更利用当地的反犹情绪来竞选从政。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法西斯思想的雏形是一种排外的右派民族主义。其实，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原本是比较进步的左派思潮。当时许多殖民地人民会以民族自觉的理念来挑战当时的帝国。可是民族主义为了挑战外来殖民政权，却时常会诉诸某种浪漫的本土根源。例如，19世纪意大利刚统一成为民族国家时，就是由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推动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相信国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根源，因此可以把意大利半岛上分裂的小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刚创建时，的确常出现某些民族神话来维系共同体，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民族神话被当时的极右派转化成了民族优越论，变成他们斗争权力的武器。像是1870年德国统一后，很多德国人觉得德国并没有真正的统一，因为境内的人口组成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 Julius Lemben 在他的书《教育家林布兰》中就提出一套民族哲学，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族裔身份的统一，是一群道德价值观一致、有清楚的血缘文化界定出的群体，是一种天然的社群，不同于后天移民进来的人。他推崇荷兰的林布兰，德国的歌德是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宣扬要复兴日耳曼人的阳刚之气。犹太人则是社会的毒药。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变成畅销书，后来更成了纳粹的思想基础。但是这种排外的民族优越论是怎么兴起的？有一派学者认为，这是因为19世纪欧洲社会高速资本主义现代化，传统秩序被打破，贫富差距扩大，许多本地农民劳工成了现代化的输家。但是统治阶级却说这是历史进步。这时候极右派就借机夺取权力，鼓吹大众，提供很有情绪渲染力的解释，说我们的国家正面临危机，走向衰退，罪魁祸首就是那群控制本土的外来势力。极右派承诺大众要让国家再次伟大，恢复往日的光荣，把自己标榜成是民族解放代言人，让群众在情感上认同他们。像是1880年代开始，
欧洲就流传着各种反犹的阴谋论，把犹太裔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视为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化身。法国极右派抵制巴黎犹太人开的百货公司，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更是宣扬犹太人要推翻沙皇的阴谋论，上街示威杀害上百名犹太人。这些极右派的招数后来就成了法西斯的惯用策略。当时的心理学家勒庞就观察到，19世纪末的欧洲政治已经从过往的精英政治转变为群众政治，谁能够掌控群众的情绪，就能够掌握选票。真相是什么，对群众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群众他们渴望的幻觉。而法西斯就是掌握了这点。墨索里尼跟希特勒之所以能崛起，都是在社会动乱时出来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衰败，要亡国了，借此鼓动爱国情绪，动员社会上的输家，透过某个外部敌人来强化内部的认同感，但其实是要摧毁国家内部的敌人，以此达成政治夺权的目的。所以哲学家 Adorno 就把法西斯的心理操作技巧称作攻击性的转移，把群众对社会不满而产生的攻击性转移到一群代罪羔羊身上，说都是犹太人的错，都是某个外国势力的介入，只要民众选我上台执政，我就会把这些人都驱逐。所以法西斯可以获得群众支持，是因为满足了心理上的情感宣泄。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法西斯就宣传说这是犹太人跟共济会的阴谋，但是这些言论却只有让法西斯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美国兴起。明明美国经济大萧条才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快速地解决了问题，成功平息社会不满。所以并不是只要民不聊生就会自动出现极端的法西斯，因为人类历史上民不聊生的时期到处都是，但却只有某些时间点出现了法西斯政权。所以要更深入理解法西斯主义，我们应该从典范案例去理解，也就是去认识最典型的法西斯——一战后的意大利跟纳粹德国。1919年一战结束后，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却没有瓜分到什么利益领土。意大利人感觉这是一场被剥夺的胜利。墨索里尼就是在这波不满中趁势崛起，把自己当成劳苦人民的代表，更有能力管制国家，创建新的意大利。他组织法西斯战斗团。法西斯这个字原本意思是树棒，就是一堆捆在一起的木棒，是古罗马时期的权威象征。墨索里尼用这个字来象征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短期内就赢得了小农支持，因为这些人都觉得政府无能。到了1922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已经有25万会员，他举办了向罗马进军大游行，以示威方式向执政党施压，最后成功发动政变。墨索里尼获选为意大利首相后，就攻击左派，修改选举法，限制出版自由，让法西斯党的人能在国会取得多数席次。选举期间被政敌马提欧蒂揭露选举舞弊，结果墨索里尼竟然派人绑架并谋杀马提欧蒂，在意大利掀起了舆论哗然。墨索里尼上任后所实施的法西斯统治，其实并不是根据什么完整的意识形态，而只是要夺权跟铲除政敌。之后才由墨索里尼的御用哲学家 Giovanni Gentile 系统化成一套完整的思想。Gentile 说，当我们意大利人闭上眼睛时，就会感觉到我们的意大利魂在我们的骨子里。这个意大利魂是传承自1000年前的古罗马文化，所以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为了让意大利的经济可以不仰赖进口，墨索里尼就宣扬罗马精神的民族主义，鼓励意大利民众要多吃国产米，支持本土农民，不要吃进口的意大利面，因为意大利面是现代人的发明，古罗马人都是吃面包。以意大利面为主食，就无法复兴古罗马文明的光荣。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在遇到经济危机时，法西斯要稳固政权所发展出的思想。在德国纳粹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轨迹。一战后，德国是战败国，承担巨额赔款，加上1929年经济萧条，通膨严重，德国600万人失业。希特勒自称受到墨索里尼的启发，把自己包装成群众代表，宣称让纳粹党上台就能够恢复德国的纪律秩序。短期内，他就获得大量农民支持。1932年，德国1/4的劳工投票支持纳粹。最后，在1933年，德国签订授权法，总理宣布的法案即便违宪，也不需要国会确认，等于是终结了德国的法治，变成由元首的意志来指挥国家。纳粹获得独裁统治后，迅速冻结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禁止工会。
连公务员的选举都是取决于对党的忠诚度。但是纳粹跟其他法西斯团体有一个很关键的不同，它不只是排外的爱国主义，而是发展出一套特有的种族主义，强调必须牺牲其他种族来达成德国雅利安人的繁荣。这是纳粹的行动指导原则。有一套优生学列出哪些人种是次等的，有碍德国民族繁荣，像是犹太人、同性恋、身心障碍者，这些弱者都必须绝育，才能改进德国的人口素质。同时鼓励女性结婚生子，来增产报国。因为对国家来说，这等于是在养育未来的士兵。纳粹优生学中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做生存空间，认为雅利安人是主人种族，主人生生不息，不断繁衍，自然会造成人口过剩，也就不可避免必须向外扩张自己的版图，就算必须牺牲其他地区的劣等人种也没关系。这套生存空间的概念被纳粹用来合理化对各地的殖民，但是要对外扩张，就需要有各种军火、战略物资，而当时拥有最丰富矿场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所以纳粹德国其实跟中国国民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合作关系。在19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纳粹派赛特克将军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协助国民党进行军事现代化，掌控军事大权。蒋介石则把养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留学，加入德意志国防军。蒋介石跟希特勒两个人常常互相彼此贺电，因为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日本侵华，中国人有很强的民族危机意识。看到墨索里尼跟纳粹上台后，独裁统治快速处理国家危机，所以中国民间就盛行一种观念，认为民主政治没效率，独裁统治才是真有力。1932年，蒋介石就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军，搞了一个秘密组织蓝衣社，又称作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多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期望学习法西斯的模式，让国民党的统治更强盛，拥护蒋介石成为全国人心中的至高权威跟核心信仰。这个组织在6年内就迅速发展到50万人的规模。蒋介石多次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考察法西斯的运作模式。其中一位考察员胡轨看到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的井然有序，回国后就跟蒋介石建议，要拯救快亡国的中国，就必须搞一个民族复兴运动，像德国、意大利那样恢复古罗马的光荣。中国也要复兴传统儒家文化的礼仪廉耻，把中华民国的路名都改成古圣先贤，倡导军事化的生活教育。这就是蒋介石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紧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所以美国哈佛历史学家 William Kirby 就说，中国从193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掺杂了法西斯主义跟传统儒家文化的混种结合。中国现代化的黄金10年背后其实是国民党把中国法西斯化的历史。而在1949年国民党败逃来台湾后，等于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带来台湾，建立一个高度军事化的警察国家。所以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不只是对抗独裁统治那么简单，这背后其实也是在对抗某种中华式的法西斯主义。介绍完了法西斯的典范案例，那我们要如何辨别当今社会政党是否有法西斯的倾向？因为法西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骂人的话，没有政党会说自己是法西斯主义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种族、性别、阶级这3个面向来检视一个人或是群体是否有法西斯的倾向。首先是在阶级议题上，许多法西斯主义者，像是墨索里尼跟希特勒，都会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个称谓是对立于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的工人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但是国家社会主义认为不对，工人当然有祖国啊，劳工运动应该要优先考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国内的工人跟资本家应该共同为了国家利益相互容忍。如果资本家能够善待本地劳工，那他们就不会跟外国劳工联合起来反抗，大家都会变得更爱国，建立和谐国家，而不会像马克思所说的搞阶级斗争。希特勒就跟德国群众说，工人必须回归祖国的怀抱，跟那些毁坏国家的人战斗，
也就是跟日耳曼资本家联合去对抗犹太资本家。所以法西斯本质上并不挑战资本主义的体制，而只是让资方也服从国家的利益。因为法西斯政权会帮助资本家摧毁左派的劳工运动，所以大企业在纳粹上台后也会支持他们。这样国家就可以跟劳工说：你看，现在大家不分阶级都是为了国家奋斗，变得更爱国了。再来是法西斯主义对种族的态度。19世纪末开始，极右派就把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借此把他们视为一个无法同化的外来种。因为当时欧洲进步派的观点是，只要一个人生活在某个国家久了，就会被同化成一份子，拥有类似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因此应该给这个人平等的公民权。你是什么种族的人不是问题，但是争议在于，究竟要多少时间才能同化成社会的一份子？法西斯作家巴雷斯就认为，需要好几个世纪都生活在法国土壤上，才能熏陶出法式的国民性格。老鼠。希特勒则认为，物竞天择是每个种族的生存斗争，每个种族都会想要掌控主导权，也都会追求种族的纯净性，不被外族渗透。就是因为有太多犹太人都是平等公民，才侵害了雅利安人的种族利益。例如，希特勒就说，性产业是犹太人发明的，目的就是要散播性病，让白人灭绝。为了要保有种族的纯净性，纳粹就发布了一系列政策，禁止犹太人跟雅利安人通婚，对有遗传疾病的人实施绝育政策，到最后系统性的灭绝犹太人。这些都是出于法西斯的种族主义。在二战后，全球的公认种族平等是普世人权价值，所以在当代政治辩论中，就连反移民的极右派都会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而是反过来说，开放移民进来才是对本国人的种族歧视，因为会侵害到本地白人的权益。像是近期在欧洲流行的右派论调，说如果开放穆斯林移民进来，让他们在欧洲越生越多，最后白人反而会变成欧洲的少数人口，这才是对白人的种族压迫，以此来主张要限制移民或是遣返非法移民。所以在种族议题上，要辨识一个人有没有法西斯倾向，你可以去看他的论述里是否有对某些特定种族煽动仇恨，例如说伊斯兰都是恐怖分子，或是印度人都是强奸犯。如果开放这些人移民进来，我们就要亡国了。这种种族歧视的排外言论就带有法西斯的论调。最后，法西斯主义在性别议题上也有一套看法。法西斯厌恶女性主义者性别平等，而提倡男女有别的平等，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照顾家庭、生小孩，让女人去做她们适合的事才叫平等。但是在2次世界大战中，男人都到前线打仗了，后方的女性反而主导城市生活，担任原本男性的职位，许多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种发展让当时的法西斯人士感觉，女性可以跟男性角逐一样的位置，变得跟男人一样，就不像女人了。像是法国的法西斯小说家拉侯谢尔就感叹说，这个文明此后再无性别，妇女能够做男生的职位，就是文明堕落的象征。还有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团宣称，有知识的妇女会让社会寸草不生，要限制女性的受教权，让女性都待在家里，因为女人的任务就是为白人种族繁衍后代。因为当时2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人战死沙场，人口骤降，社会都期望妇女帮忙多生小孩，补充人口。所以法西斯一方面厌女，另一方面又希望女性都成为完美的母亲。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观点怎么可能会有女生支持？但是纳粹掌权后，却有200万名的女性会员，因为法西斯很清楚，要让女人为国家动员，就必须给她们一些利益，例如让女性从事医护人员、教师、社工，让她们有为国家贡献心力的感觉。同时，法西斯也会实践一些社会福利政策，让女性感觉是实现了妇女运动的诉求，这样女性就会自愿扛下当一个好母亲的角色。例如，纳粹的妇女代表 Schultz Klink 自己就生了11个小孩，带头当一个好母亲。法西斯不只要求女性，也会要求男性。例如，纳粹就效仿日本武士道、条顿骑士团的军人气质，认为这是彰显男子气概的榜样。而没有男子气概的同性恋，就违反了男女之别。所以，纳粹政权也破坏同性恋，强迫他们接受治疗，有上万名同志被送到集中营处决。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因为在高度阳刚的法西斯男性团体中，很容易发展出同性情谊，所以才必须刻意压抑同性恋的欲望。某些恐同的法西斯其实根本是深贵，
例如纳粹冲锋队的先锋 Ernst Röhm 就是典型的阳刚军人，但他私底下其实是同性恋。所以在性别议题上，要辨识一个人有没有法西斯倾向，你可以去看他怎么论述性别平等。法西斯倾向的人会说，女性主义、同性恋、跨性别会让人类文明崩溃。法西斯的政党会下令校园不能教女性主义、性别平等，因为这些性别进步平等都会让国家走向灭亡。必须要恢复到过往的某种性别秩序，才能让社会恢复正常。我们可能会以为法西斯已经是历史过去式，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当今许多研究法西斯的学者都指出，川普上任后的美国已经逐渐法西斯化。Fascism is w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w doing. Last decade had kind of what we call the fascism debate, where people were like, is this just authoritarianism or is it fascism? And in a way, my own view now is we need to get away. There's a total waste of time.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法西斯的特点。法西斯会善用一套煽动选民的危机叙事，告诉你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某种外部势力入侵。像是外来移民、女性主义、左派、精英阶级。The out-of-touch media elites, the political elites, but the elites from the elites. 这些势力假借平等进步的名义，渗透到了全国的媒体、校园、公家机关，可能有亡国的危机。散布完这套危机叙事后，法西斯领导人就会宣称，本国人的种族更优越，我们要让国家再次伟大。Our people are tougher and stronger and meaner and smarter. 只要选我上台，我就可以处理这个危机。I am your voice. I alone can fix it. 这让法西斯可以透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把国家改造成集权政府。近期 Elon Musk 直接在川普的就职典礼上做出纳粹的举手礼，引发网民轩然大波。And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making it happen. Thank you. My heart goes out to you. 川普上任后，大规模驱逐委内瑞拉移民，即便联邦法官已经判决这项驱逐不合法，川普也不遵守司法判决，犯了藐视法庭罪。总统一人凌驾于司法之上。再来是限缩人民的言论自由。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元预算，不许美国人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屠杀，这让哈佛大学对川普政府提告。150多所美国大学校长共同签署联署声明，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干预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总统的意志凌驾于科学社群，许多美国学者感觉受到审查，没办法做学术研究。因此，近期3位美国耶鲁大学的法西斯研究权威 Jason Stanley、Marcy Shore、Timothy Snyder 决定离开美国，因为美国已经逐渐法西斯化。这是他们在离开美国后给世人的警告。The lesson of 1933 is you get out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in the last decade trying to prepare people if Trump were elected once, let alone twice. You know you're living in a fascist society when you're constantly going over in your head the reasons why you're safe. What we want is a country where none of us have to feel that way. 留言加分享本集影片的贴文，就可抽《法西斯主义》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